Oi, gente, sejam muito bem-vindos ao Luxo Fem BR Subtitles. Hoje eu trago a segunda parte dessa conversa do fã-clube chinês com a compositora da trilha sonora de A Verdade Interna, o último drama do Lu Si. E eu quero saber, vocês já assistiram A Verdade Interna? The Truth Within? Me contem aqui nos comentários porque eu adoro ler a opinião de vocês. E se você gosta de conhecer mais sobre o trabalho do Lu Si, os bastidores dos dramas e conteúdos exclusivos, traduzidos, já deixa o seu like e se inscreve neste canal. 那在我们收官不久的悬疑力作《剥茧》中，罗云熙褪去了古装，化身严谨细致的法医齐思哲。凭借着对角色的深度揣摩，他将法医的专业和温柔演绎得入木三分。无论是抽丝剥茧的推理时刻，还是触目人心的情感瞬间，都精准地戳中了观众，助力剧集斩获超高口碑，成为年度悬疑剧的标杆之作。那么我们接下来一起走进剥茧篇吧。好，让我们跟着好运的郑小花制作的视频，重回那个抽丝剥茧、探寻真相的世界。灵魂为何斑驳？因为你只看见污浊，蒙蔽自己，撅嘴而沉默。借口为样堕落，别怪笑我的诱惑。不听不见真相才是我。你说他，让你的伤结疤。每个谎言下面，恐惧最开花。所谓命的药，就是你给的。不要听人说话。上帝看着你笑着装傻。我呀，还是希望可以替死者找出真相。E aí, se você está gostando até aqui e voltou para ver essa segunda parte, comenta de que país você está assistindo. Eu adoro saber onde os fãs do Lu Si estão espalhados pelo mundo. 每一帧都是充满了张力诶！感谢我们好运的郑小花，把剥茧里面的悬疑感和角色魅力展现得淋漓尽致。那么与此同时，相信大家一定也注意到视频张力十足的 BGM， 那就是我们剥茧的片尾曲啦。那好的剧集呢，离不开动人的音乐。剥茧的配乐不只是背景，它更是情绪的灵魂。它用克制又高级的旋律呢，把悬疑的那种张力、人性的挣扎、真相的重量，完美的融入到了每一个镜头当中。那么今天呢，我们非常荣幸的邀请到了我们剥茧音乐创作团队的主创 Monkey 老师来到我们的直播间，现在就让我们连线我们的 Monkey 老师。好，我们来连线一下哈。已经到了 ，Monkey 老师你好。到了，那我们一起在评论区打出那个欢迎 Monkey 老师好吗？来表达一下我们螺蛳粉的热情吧。对，让我们 Hello， 大家好，兔兔们好，老师好，老师好。好。哇，然后这样，让我们 Monkey 老师来看看大家的热情好不好？我们在评论区刷出老师好，欢迎 Monkey 老师，欢迎郭老师，都可以，都是他。哇塞，这也是我第一次连线，好激动啊！对，刷一下啊！好，我们来待会儿来，我们一起来排队欢迎一下我们的郭老师，我们的 Monkey 老师哈！好，欢迎哈！谢谢。哎，好的。那其实我们在观看剥茧的过程中呢，
有看到很多粉丝都反馈说，哎，觉得配乐跟剧情非常的贴合哈。那么而且这个旋律呢，很好的烘托出了剧情所要表达的那种情感和氛围，而且歌词就特别特别的棒，就更好了。那么又进一步的解读了人性，升华了这个剧情啊，而引发了很多观众更深入的思考。所以这里呢，想要去问一下 Monkey 老师，那咱们团队在创作的时候是怎么能够做到，就是可以这么精准的把握，对吧？然后这一切的呢，然后有没有什么故事可以分享的？我想分享一下，其实就是在创作初期的时候，也就是我们第一次看片子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就跟导演然后在商量，那对于这个《波剪》这部片子的话，我们究竟应该从哪个切入口来创作？我们到底要不要去做像传统的配乐一样，然后去做各种主题啊，然后变奏啊等等之类的。然后，但是导演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点，就是他非常希望整个配乐呢是站在一个上帝视角，然后来去讲述这个故事。那我们捕捉到了这一点之后，我们也觉得非常好，所以我们就开始细细的去揣摩每一个人物、每一个故事背后，他到底是就是这个人，他到底是为什么他会犯下这些错，或者是他为什么会犯下这个罪。然后我们就会查阅大量的，其实我们是查阅了大量的这种心理书籍，然后包括研究了一下哲学，然后就去查，哎，最后我们就查到了那个点，就是大家看到的歌词的点，对。然后尤其是像罗云熙的这个角色，其实我们当时去抓的他那个点，就是他是一个不是那么爱表达、爱说话的一个人。那么他为什么呢？因为他其实是一个一直被困在过去的这么一个人，所以说他所有的行为，他的内心，因为他其实所有的东西都藏在心里，那音乐一定要替他把这些心里的话给他说出来。那这个其实就是我们在创作，不管是配乐也好啊，还是歌词也好啊，还是整个 OST 的时候，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对，就是一定要抓到每一个人物真正的犯罪的动机。那个动机，他未必是说，这个人他不是好就是坏，不是，而是他到底是因为什么会犯下这些问题。对，大概其实就是这样。真的是没想到，其实我们一个配乐的背后真的有那么多的努力在里面，难怪可以有这么好的，就是能够触动人心的这样的曲子、这样的节奏，然后这样的歌词出来哈。而且就是就像您讲的是说，然后我们每一个都会尽可能的去说，那去抓到一些他们背后的一些东西啊，他的动机等等这些部分，所以才会给到我们很多粉丝这种感受，就是说觉得好像每一首歌都像是在给角色去量身定做的判词一样。哎，所以这里我也特别想请这个 Monkey 老师给大家去解读一下这个判词，比方说我们这几首歌，对吧，都是谁的判词，对吧？这背后都是怎么样子的？那其实说实话，就我自己本人看见判词的时候，我也愣了一下。我觉得网友好厉害呀！就是其实网友没有去总结这个判词两个字的时候，我自己个人是没有那么，我其实创作的时候并没有往这个方向去想。但是呢，确实我们是按照片段然后来去创作的音乐。就比如说悔出现的第一次的那个情景，然后呢，我们因为我们作为配乐的时候，我们拿到的片子是没有任何音乐的嘛，有的时候声效也非常少。那么我们就是要完整看下去的时候，好，我们发现这里，它需要音乐。然后为什么需要音乐？那我们就会根据这个片段，然后我们来去思考这个人物他背后是什么。其实当时是真的没有想过判词两个字，对，在创作的时候，然后但是我们看到这个判词的时候，我心里觉得特别开心，我觉得好像，我们的 OST 好像确实歌词是在往这个方向走，然后包括趋光性的那一块的配乐，那个配乐其实那一段的时候我是即兴的，就我们那一段是完全是，就是前面放着片子，然后我就站在片子的旁边，然后带着那个耳麦，然后带着那个话筒，然后就看到片子的时候旋律就出来了，然后我就是对着画面，然后就哼出来了。
基本上就是画面带给我的，因为我们是非常在意一件事情，就是这段故事这个画面对我们的第一感受是什么很重要，因为那是你的感受，那是你的感觉，然后那个感觉其实就是最真实的感觉，所以这也是我们一个比较喜欢的一个创作过程，就是对着画面，音乐就会出来。哦，真的是很棒。然后我看到我们的评论区有粉丝在提问哈，就是他想知道片尾曲那个他都代表什么？其实想说的就是有很多的他嘛，有男性的他，有女性的他，有动物的他，然后还有上帝的他，就是每一个视角都有不同的他。那么其实这个他就是代表着万物众生，就可能说的有点大，但是当时我自己内心就是这么想的，就是很多人说的话，它其实都会干扰到我们自己。那么就是尤其是其实波姐，你看，很多人他是被音乐，他是被干扰的，就是包括为什么我们会设计那些哇哇哇的这种人声，就是因为我们在去夸张，就是这个东西，就是这个药物，然后这个药性，然后对于人的干扰。那么这个干扰来自于有药物，但是如果折射在现实生活中的话，其实就是来自于不同人的言语也好啊，价值观也好啊，的影响。那么这些东西都是我们认为的他，所以说为什么我们在配乐里也是会用很多那种声音，很细小的那种声音，就那种像有人在悄悄的对你说话的那种感觉。对，其实我们就是在放大这一个点。哇，真的，我瞬间就有那个场景了哈。然后我们这个粉丝说，当时看剧的时候呢，就特别想要去探究，然后终于蹲到老师来解答了哈。对，然后这里的话，大家如果说有人说喜欢《You》这首歌，然后大家在评论区的话，如果说你有什么想要，今天咱们难得请到了我们的 Monkey 老师哈，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我们的一些音乐平台去听我们播剪的OST 也好，我们的配乐也好，会看到就是几乎就真的我看到几乎 OST 里面，然后每一首里面都有我们 Monkey 老师的名字啊，对，都有他的努力在里面。然后的话呢，就是大家都可以去听一下哈。然后OK， 大家说配乐一起歌的都起来了，是的。是的，其实写波姐的词啊，我们整个创作的时间是非常非常短的，对，非常非常短，基本上所有的歌曲 demo 在1个星期就全部创作出来了。因为这个片子给到你的那个感受，还有那个感觉，以及你能抓住那个人物的动机以后，其实创作就是很快的。哇，真的是太厉害了！我就觉得，就是单单是那个歌词，我觉得一个礼拜把它写出来都非常非常的难啊。然后有位粉丝说特别喜欢李淑婷死那一段的时候的纯音乐。对，他趋光对不对？然后他在那里看着那个灯光对吗？然后手举起来是不是？对吧？没错，是的，就是吓到了你，有被吓到吗？对，那段音乐其实就是我们即兴出来的。我想说，其实我们呢，就是关于吓人的这一点，也是基于是一种什么样的这种心理逻辑，然后包括情感逻辑呢？是因为我们也非常希望观众能去带入到这些，就是犯罪分子也好，或者是被受害人也好，他们的内心世界，所以我们会不能叫刻意去吓人，但是我们是希望放大这个人物内心的这种恐惧，然后也是希望大家能够因为这种恐惧，然后对于这种东西，对于这种不好的事情，然后可以保持一个心理的一个距离。对，这个就是我们在创作的时候会。不是刻意吓大家，但是会有这么一个情感逻辑在。对，我们非常想放大这种受害者的感受。哇，然后我在评论区看到，就是大家有刷出这个有说喜欢You的，有喜欢 Stop Feeling 哈，然后还有喜欢这个每一首歌都有人提及喜欢洛丽塔真凶出来的那段音乐哈，对，其实我们就是我们Monkey 老师的团队的话，然后不仅负责了 OST， 还有我们的配乐是全部的音乐的负责，对不对？是这样对不对？是我们整个播剪的全音乐担当对吗？全配乐担当对吗？哈。是的。
啊，这真的是太强了，嗯。对，我们团队非常就是大家非常的享受创作的过程，而且这一次不管是片方也好啊，还是导演也好啊，就是他给了我们很多的创作空间，然后包括在音乐监制初期跟导演沟通的时候，他们的默契就非常足，就相当于我们音乐跟导演的对接非常顺利。就是大家的审美也好啊，品味也好啊，都很相似，所以说我们在制作，其实配乐的制作时间非常非常长，配乐我们来回修改，差不多这个战线拖得很长很长。就一旦我们发现哪块可以更好，然后就会不停的改，不停的改，然后可能最少得半年以上吧，哇，半年，对，对，因为差不多半年以上。对于悬疑剧集而言的话，其实配乐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它可以帮助更好的去烘托这种氛围哈，然后去表达这种情感啊。那我也想问一下，就是那我们芒克老师有没有看《波姐》这部剧啊？后来追哇，剧了吗？必须追剧啊！因为我们看到的跟那个成片差距还是有的，因为毕竟我们看到的时候是没有调色的，然后也没有这么多音效嘛，然后对，所以我们我们看的时候还是蛮开心、蛮激动的，真的是有一种就是以前看奈飞剧啊或者什么的那种感觉，很开心，自己也追完了。哎，对对对，所以我也特别想要去听一下，就是我们的芒克老师能不能从音乐团队的角度来整体的评价一下《伯简》这部剧，您觉得怎么样呢？刚才稍微提了一下哈。哦，我觉得《波简》这个剧，它是我们为什么喜欢做，就我们是自己真的很爱，就包括我们音乐编辑老师，他非常激动，他自己在贴，他其实是一位非常就是经验很足的一个音乐编辑老师，但他自己贴的时候，他就经常跟我们说很激动、很开心，他会觉得做这个剧真的是太开心了。然后为什么呢？是因为我们认为《波简》这部剧的类型感很强，就是它有一点像类型片的感觉，所以说给到我们的这个可以个性化的这个空间也比较大，所以不管是从配乐上，还是从我们如何去使用这段音乐上面，我们其实都有很多的发挥空间。然后整个这部戏，我们认为是非常干净的，就是没有什么拖泥带水，就是断案断得非常的。然后这个也跟我们个人很相关。首先，我个人就很喜欢悬疑片，比如说，好多呢。我自己个人就很喜欢悬疑片，所以因为我喜欢这个东西，然后大家团队很多人也非常喜欢这个类型，所以我觉得我们当拿到波检觉得很幸运，因为就可以做到一部我们自己本身很喜欢的类型片，所以我们是非常享受这个创作过程的。我看见网友说只有案情，没有爱情。是的，是的，我其实很不擅长写爱情。如果这个里面的5首歌有爱情的时候，其实我可能写的，我可能就不会创作的这么游刃有余了。那其实我 Monk 老师说，包括你的团队，然后在这个其实悬疑领域的话，然后去专注去做的话，也真的也非常非常的好。对对对，因为是我觉得我们是一定要选择自己喜欢的东西，然后这个类型也确实是我们喜欢的，因为它有很多人性的空间，然后你可以去观察。然后我自己个人又很喜欢就是关于人性啊，然后这一方面的，所以其实从我的词里面也能感受到，我就很喜欢去研究它的这种人性的这个根源也好，还有心理也好。对，所以说我们在创作的过程就是很开心。其实果然带着爱去做事真的是不一样，带着喜欢做事，对不对？才会有更不一样的这样很好的一个呈现哈。而且我看到其实我们的粉丝们，就是对于我们的这个配乐也好，OS 也好，其实的感受好像比我深刻的多得多啊。你看大家的这样的一个评论哈，片尾曲还特别引发深思哈。好，大家还有没有什么问题想要去来咨询也好，或者是来向我们 Mark 老师来提问的有没有啊？对，我觉得或者坏流晒很好听。好，对，这个词我也很喜欢，就是明明是爱，其实整个词里面我其实来来回回感觉都是在讲一个东西，其实都是在讲因果，就是因为我发现我在去研究每一个作案动机以后，来来回回其实都是在人不断的去循环他过去走不开的情节，或者是说
走不开过去的那一段记忆，或者是曾经遭遇的什么东西，然后包括关于那个爱，明明就是为什么爱它会成为一个阻碍，然后这个点也是我觉得我们挖掘的是比较好的一个点，也是因为我们发现了很多时候，其实当你再去爱一个人的时候，可能是因为你的过度关心或者是怎样，他反而会去妨碍这个人的继续前行啊等等之类的。对，所以其实我5首歌确实来来回回都是在讲因果。我看你自己最满意哪一首？我个人是最喜欢悔还有右的，对，还有，其实都很喜欢。哦，好，真的分不出来，都很喜欢，因为每一个词都是自己用心做的，所以还真的都蛮喜欢的。确实每个词的话，真的都特别触动人心啊！还有粉丝在问郭老师有机会给云溪写首歌吗？我也很希望啊！哎呀，真的，我希望未来有机会。蜘蛛案吓到安了，对，蜘蛛案也吓到我们了。我们晚上做音乐是很可怕的，有的时候我们在大晚上的时候，然后这个音乐我们一定要吓到自己，就不吓到自己的时候，它也是不对的。所以我们经常晚上做音乐，然后这个音乐一做的时候，我们自己也会很害怕。就是一定要足够的沉浸才可以啊。没错，一定要足够的沉浸。Muito obrigada por assistir até o final. Agora eu quero descobrir quem realmente ficou comigo até o último minuto. Escreva a palavra Monkey nos comentários. Assim eu vou saber quem faz parte da turma que realmente acompanha o conteúdo completo. Aproveita para deixar seu like, compartilhar esse vídeo com outros fãs do Lunacy e se inscrever no canal. Nos vemos no próximo vídeo. Beijinho da Aileen.